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第一代机械喷射 Bosch 第一代机械喷射的Volvo 760 GLE 的加热阀完修测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加热阀是跟其他的 Bosch 的机械喷射车种，比如说 W123、W126、380，还有280以及230的这个加热阀都长得很相似。那大哥已经完修之后呢，都会在上面有做这个签名，因为大哥要对这个加热阀负责。那我们都知道，加热阀主要的功能是在作为我们冷车加浓启动帮助启动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加热阀在还没有供电，也就是说引擎还没有运转的时候，没有供电的时候，它的压力泄油压力大概应该会在2公升以下大哥打开电源，大概在1.82公升以下。那在这个泄油压力的情况之下呢，这颗喷油盘呢，它就会是在加浓的状态，它供油量会比正常运转温度达到的时候还要高。等它加热完成，大概是1-2分钟，引擎运转以后呢，这个压力就会一直上升到大概在3.6到4公斤左右。等大哥等下把这个加热阀的插头插上去代表引擎运转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泄油压力。大约经过2-3分钟的加热以后，大哥已经把这个加热阀的这个电源已经插上去了，就约莫2-3分钟以后，我们现在来看它的泄油压力是多少。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现在的泄油压力大概是在3.6公斤左右。那在冷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在1.6到1.8左右代表这颗加热阀目前已经加热完成了，它就不会再继续进行那个加浓的动作以上就是这个加热阀的这个完整测试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比较特殊的，1982年的 Volvo 764 GLE V6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我们都知道，在1980到1990之间，几乎顶级的车款用的喷射系统只有一个，那就是 Bosch 的机械喷射系统。到1985年以后，就是第2代的机械电子喷射。那这个年代之间会使用到的车种呢，比如说法拉利的那再来就是保时捷、Volvo， 那还有 VW 的顶级车Golf， 那或者是说比较顶尖的车辆。那 BMW 是另外一套的喷射系统，那当时最先进的就是 Bosch 的这一套。那除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宾士顶级车款都是用 Bosch 的这套机械喷射。那入门的话就用化油器的。那我们来做这颗喷油盘的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97603。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球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个喷油盘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大概在
160墨到170墨之间。由于经过30多年，将近快40年的使用期限呢，会被油箱污染了，那会造成我们的整个供油系统、喷射系统的出油不平均，或者出油过少，会造成引擎不顺、怠速抖动，或者是说会造成到稀薄燃烧，使得引擎高温。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经过30-40年，如果都没有整修的话，那它的里面的脏的东西就会污染到我们的整个管路。如果说以我们的时间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在120，第二缸125，第三缸125，第四缸120，第五缸125，第六缸125。跟标准的出油量的160、170平均每一缸都少了将近快30墨左右等大哥把这个喷油盘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大哥已经把这颗编号97603的 Volvo 760 GLE V6 的280这颗喷油盘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现在有看到大哥有在这个喷油盘上面做签名，以示对他负责。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修后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30上下。那这个喷油盘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60到170之间。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1分钟之后呢，大哥整修调教以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厂方的要求？这个误差值呢，厂方要求应该是在15%以内。以大哥的要求，应该要维持在5%以内这才是最佳状态好，时间到，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第三缸都是165，第四缸170，第五缸170，第六缸170，跟我们原先在故障的时候的130每一缸落差大概在30墨左右。那以这个目视的结果，误差只在5%以内，所以这个测试相当优秀了。所以这颗喷油盘呢，如果油箱整修完成也就是说油箱里面的滤芯那油箱清干净了这个喷油盘理论上我们希望它替我们工作20年不应该再堵塞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 Volvo 764 GLE V6 的6缸喷油盘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在我们测试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决定我们的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
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测试，就必须要非常的精准，怠速才不会抖动。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大哥呢会把影片分成2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7603的 Volvo 764 GL1 V6的6缸分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60，第2缸160，第3缸155，第4缸155，第5缸160，第6缸也是16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目视的结果应该在3%以内，成绩相当优秀。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大哥的建议，超过30年的老车应该要加95的无铅汽油，因为我们的气缸里面经过30多年的使用，都已经会积碳了，那也不需要去做除碳的动作，因为那个积碳就是经年累月已经硬化了。如果用市面上的所谓的除碳剂，其实大哥并不建议。我们只要把偶尔跑一下高速公路，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油门变得很轻，因为我们已经把部分的表皮的积碳都清掉了。成年的积碳，那个硬的厚的积碳呢，那是没办法去掉的。油箱一定要整修，也就是说，油箱里面的滤芯一定要拆下来整理。我们希望这个20年。这颗分油盘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好，拜拜喽。